或许眼前这个胖子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自己制霸拳台20年，有着370斤的巨型身材，竟然输给了150斤的日本拳手。他就是拳坛的人形坦克，被称为4回合之王的奶油豆，浑厚的身躯无出其右，重拳的能力堪比泰森，在超重量级的擂台上4个回合之内难逢敌手，全砸懵对手。如果不是这家伙耗电量太大，擂台上又没有办法当场充电，他或许真的就是拳坛灭霸。俗话说瘦死骆驼比马大，可这位虎背熊腰的拳王却在尝试跨界的比赛中，面对150斤的普通人身材，也只有吃瘪的份儿。对手叫做须藤元气，是日本的综合格斗选手，身高175公分，体重75公斤，标标准准的普通人身材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往虎山行，他硬是接下了这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体重上的巨大差距，对于须藤元气来说，基本上就等于判了死刑。但他却让全民目睹了以柔克刚的真正魅力。须藤元气当晚的出场，身穿棒球服，带着小迷妹，可以说是春风得意，志在必得。这也是拳王奶油豆第一次踏上综合格斗擂台，既有对规则的陌生感，也有摧毁对手的可能性。台下的观众实在想不明白，毫无优势的小蝼蚁究竟如何才能扳倒这头大象。首回合刚刚开始，对手并没有急于进攻，而是在擂台练起了长跑。当奶油豆一头雾水时，再快速突袭进行攻击。这场比赛毫无疑问，对手是敏捷点满了刺客。那虎背熊腰的奶油豆就是注重攻防的纯肉战士。虽然速度没有任何可比性，但一锤定音的重拳却有着摧毁对手的决定性。只要被奶油豆逮到一拳，就可以将比赛盖棺定论。这也是对手须藤元气在擂台不停游走的原因。虽然有些小家子气，但格斗比赛的结果不就是看谁能站到最后吗？奶油豆也察觉到了不对，但他的追击能力几乎为零。须藤元气连滚带爬，再次拉开了双方的距离。此时台下已经是嘘声一片，但须藤元气却毫不在乎。你们要的是热血，是拳拳到肉，而我要的就是战到最后。利用放风筝策略占据打击数的须藤元气也开始嘲讽起了奶油豆，指着自己的下巴，仿佛在说：“笨蛋，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”当首回合还剩下1分钟，须藤元气做出了大胆的尝试。只见他快速下潜抱腿，奶油豆瞬间失去了重心，双方顺势倒在了地板之后，便展开了疯狂的上下对攻。眼看着首回合还剩下8秒，须藤元气突然身体后仰，在倒下的一瞬间，用双臂锁住了脚关节，做出了一招完美的足跟勾。今天的奶油豆就是插翅也难飞。就在奶油豆疼痛难忍，就在对手使出全力时，首回合结束，铃声响起。只有150斤的须藤元气，不愧是日本的巨人杀手，与奶油豆的初次对决毫不落下风。当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眼看着锁技初见成效，须藤元气更是信心大涨。只见他起身飞踹，却没想到这一脚直接落空。就在落地的一瞬间，奶油豆的拳头已经命中。须藤元气擅长用脑子打拳，自身的力量不够，那就需要借助点外力。只见他绕场跑了半圈后，利用鞭绳的弹力再次出击，只可惜即便如此，也无法击穿这堵铜墙铁壁。这就是奶油豆的恐怖之处，370斤的扎实身躯不仅卸掉进攻的力量，还顺势把对手掀翻在地。只可惜这是综合格斗，奶油豆还是太过稚嫩，虽然占据了上位的优势，但却不懂降服技的恐怖。须藤元气再次故技重施，把进攻的目标瞄准了脚踝。这个男人目的很简单，必须要在地面解决奶油豆。即便你的身体再强壮，但关节的弱点却是众生平等。随着须藤元气稍稍用力，奶油豆就惨叫着放弃了比赛。就这样，这只蝼蚁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战胜大象的密码。其实，在综合格斗擂台，这种以弱胜强的壮举数不胜数。虽然奶油豆的体重高达370斤，但在接下来的选手面前，奶油豆也只能算个小胖子。这个大壮叫做伊曼纽尔·亚伯勒，是名来自美国的相扑选手。在他只有14岁时，体重就达到了290斤。为了让自己的体重突破极限，大壮想尽了一切的办法。高盐的烤肉，高糖的蛋糕，所有减肥食谱明令禁止的，都成了他每天的家常便饭。最终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他的身体重量彻底失控，巅峰时期的体重竟然达到了830斤，还顺便打破了吉尼斯纪录，成为全世界最重的运动员。甚至到目前为止，这个纪录依然无人可破。而他此战的对手相比之下就显得十分的渺小，高濑大树体重只有163斤，但他需要面对的是800多斤的稀有品种。这哪里还是格斗比赛，完全就是爸爸打儿子的节奏。如果给你压住了机会，我相信大多人都会闭着眼睛压大壮吧。提到大树，或许很多人都不认识，
觉得只是一个不入流的选手，但在大树的巅峰时期，有一场比赛却让人眼前一亮。他只用了短短1个回合，就降服了重量级的传奇蜘蛛席尔瓦。话不多说，进入比赛，面对这种大块头的选手，尤其是摔跤手和相扑出身的大壮，如何避免近身缠抱，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所在。大树通过游走的方式，一点一点地消磨大壮的耐心，渐渐的，大壮忍无可忍，甚至烦躁地放下了双手。跟我走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天亮就出发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。虽然大树看似轻松，但内心却紧绷着神经。当他在游走的瞬间，大壮看准了逃跑路线，精准的后手拳命中，险些把大树打出擂台。这种打法也激怒了大树，只见他利用全身的力量想给予大壮最致命的一击，但是他错了，自身冲击的惯性正巧碰上了迎击拳，差点让他断送了比赛。这一拳也彻底打醒了大树，他不敢再贸然上前，而是继续跑圈拖延时间。裁判终于忍无可忍，你这小子还能不能打？哼，略施小计，声东击西罢了。接下来，大树脚底抹油，呼哧呼哧的跑来跑去，时不时的还表演一个前滚翻。大壮被气得七窍生烟，老子玩了1辈子相扑比赛，还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但是气归气，骂归骂，大壮却对着泼猴无计可施，就连裁判都看不下去，直接叫停了这场比赛，并且给了大树一张黄牌。被警告后的大树终于收敛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极比赛，而是一鼓作气之后，果断钻了大壮的裤裆，想用抱腿摔的方式把大壮拖入到地面站。可大壮的底盘实在太稳，犹如一棵苍天大树，不愧是全球最重的运动员。大树被控制了左腿，所有的技法都难以施展。最终，大树的拳头不断输出，大壮这边也逐渐开始松动。强行开锁之后的大树也展开了最疯狂的报复，凭借密如雨点的欧拉拳，干得大壮那是生不如死。在场的观众彻底傻眼，800多斤的彪形大汉竟然鲜血四溅，主动拍地求饶，放弃了比赛。虽然大壮的综合格斗生涯最终以1胜2负的战绩收场，但赛场之外的亚伯勒也曾是一名人生大赢家，不仅赚了千万身家，还迎娶了美貌的小娇妻。可是好景不长，50岁刚刚抱得美人归，51岁就因心脏病去世，真的是成也体重，败也体重。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位相扑选手，却多了一位千万富婆。当年日本流行了异种格斗，这2场以小博大，以弱胜强，完全算得上曾经的名场面。但要说到知名度最高，那必须是格斗沙皇菲多。183公分的菲多，在重量级虽然不算高大，但他绝对是人见人怕、鬼见鬼愁的擂台霸主。无论是 Pride 冠军，还是曾经的 UFC 冠军，见到他都被揍了没了脾气。但是有一个巨人，自信可以用身高终结菲多。他叫崔洪万，是来自韩国的思密达，身高2.18米，体重320斤，足足比菲多高出了25公分。在依赖身体的格斗项目，1寸长就代表了1寸强，这也是格斗比赛会严格划分量级的原因。高出一头的崔洪万就像是发育成熟的高中生，短小精悍的战神菲多更像是乳臭未干的小学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战无不胜的重量级霸主和天选巨人崔洪万，究竟谁的战斗力会更强？首回合刚一开始，菲多用出全力扑向巨人，而巨人崔洪万却稳如泰山，随手用身体的重量把战神菲多压倒在地。好在菲多作战经验丰富，倒地之后并没有任何的慌张，反而是寻找机会完成逃脱，随后趁其不备布局十字固降服。但巨人粗壮的手臂终究要比菲多大了1号，即使菲多整个身体凌空悬挂在手臂之上，还是无法完成轻松降服。眼看失手，菲多只能先战术性撤退。通过慢镜头可以看到，巨人崔洪万的拳头很重，菲多的脸上和额头的位置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痕。菲多的心里是1万个不甘，以及俄式大摆拳开路，随后就是近身的缠抱。但很可惜，这次以小博大的抱摔只不过是上一轮的历史重演。巨人只需要动一动身体，就能把菲多扑倒在地板，再用粗壮的拳头展开进攻，这就是体重上的绝对碾压。体重不够，技术来凑。表情淡定的格斗沙皇先是稳住自己的情绪，再来寻找一击致命的机会。就在巨人挥舞起乱拳时，菲多果断地控制住手臂，用全身所有的力量做出这一招死亡十字固。巨人的手臂再粗壮又能怎样？无非是陷入深深的恐惧中，等待审判罢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以巧破千金。以小打大一直是格斗界引人注目的看点之一。上面3场综合格斗中，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，足以说明那些体重庞大的巨兽也绝非不可战胜的 bug。
通过比赛可以看到，以弱胜强首先要打消靠蛮力取胜的想法，而是要合理运用战术，在不断的周旋中寻找机会，集中自己的所有火力，进攻对手最薄弱的环节，最终把对手彻底的逼上绝路。因为在格斗比赛中，不仅拼的是体型和力量，冷静和格斗智商也同样重要。好了，感谢观看本期节目，关注格斗大视野，带你观看更多格斗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